小白来店里逛的几率多吗？自己有很多。嗨，我是好事生活可可潘。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有关于居家改造跟 buffet 的故事。好，他们两个是有相关的哟。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呢？以前喜欢去吃 buffet 的时候，自助餐就会觉得说，哇，我一定要吃够本然后吃了自己很胀很胀。但是后来喜欢去吃自助餐反而不是为了要吃够本，而是呢喜欢它带来的自由和自在。那个自由自在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吃什么，我可以自己去选，然后不用是别人帮我安排，我可以自己去选我真正喜欢的食物。而家人们也不用去彼此迁就，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料理自己去拿，然后呢皆大欢喜，而且呢更自在更自由。其实居家改造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改造居家。如果是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改造的时候呢，反而更能够去像buffet一样，我要什么我再去选择什么，然后我喜欢什么我再去加强什么，然后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实验。如果呢，你也是一个这样子的有实验精神的人，想要成为一个创作者，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创意，然后成就感的人，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因为呢，我们会跟你分享很多这样居家改造 DIY 的成功案例，还有实用知识哦。现在就赶快按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吧。好，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作品呢，是一个浴室的改造。那这个房子有10多年的屋龄了，那它也是就是原本很传统的，就是有一间是有浴缸的，然后另外一间呢就是干湿分离。可是呢，我们的学员杰瑞他很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这边度假的时候，使用这边空间的时候是可以比较无障碍的，就是可以更开阔，然后更方便一点。然后因为我们的学员杰瑞他就很喜欢我们之前微水泥浴室改造的那个作品嘛，所以他说我也想要复制贴上在自己家。于是呢，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个微水泥的浴室，然后另外呢，我要带大家去到瓷砖店，然后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瓷砖，然后来改造自己的新的崭新的浴室。那我们就开始来浴室篇的 room tour 吧。原本这个浴室里面是有浴缸的，因为其实长辈年纪大了，用浴缸的机会其实没那么多，然后反而希望他在里面沐浴的时候有更舒适的空间，更宽广的空间，又希望可以加上一些贴心的设计。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结合了微水泥，然后还有贴心设计，带大家来看一看。这边原本是有一个浴缸的，但是因为使用上并没有这么符合家人的需求嘛，所以就把浴缸给去除了，然后墙壁瓷砖就直接上微水泥。这微水泥摸起来真的好舒服哦。其实很多人会担心说，那微水泥会不会很滑？其实微水泥是有一些止滑的一些颗粒的，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当然不要在里面跑步在里面就好好走路就好。那在这边就是也为长辈们准备这样子的扶手，就是让在家里如果说在使用上呢，更有一些安全的一些机制。在这个浴柜上面，我们也选用这种比较圆滑的一种质地的，使用起来光是视觉和感觉都会觉得比较舒服疗愈，比较不会那么尖锐一点。这边也是这一组其实是从淘宝回来的，质感就是很不错，然后又很疗愈的感觉，奶油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就可以变换灯的颜色的一个镜柜，你看可以变色。好，那后面呢就可以放，就是像是瓶瓶罐罐都可以放在里面。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定要放一个什么放衣服的地方，对不对？这边这个柜子呢很贴心，就让大家可以把衣服还有浴巾先放在里面，这样子呢就不用再去多一个放这个衣服的一个空间。其实空间不大，然后又多了一个层架或什么的，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拥挤一点。然后马桶旁边呢，也为长辈准备了一个扶手，让长辈在使用上面呢可以更安心、更安全。那我觉得，这个整个空间在使用上就还蛮舒服的。那上面这个毛巾架，我们刻意放的比较高一点，因为其实有时候如果是放浴巾的话，浴巾很长嘛，如果说会碰到这个扶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互相干扰了。那如果我们把它做高一点，让浴巾下来，至少浴巾如果这么长都不会碰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小巧思，希望就是使用起来就是有舒适的感觉。好，那这一间看完以后呢，我们就去看另外一间完全不同风格的浴室。
这一件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跟刚刚的纯白风有点不一样，它是走灰色调的。那我们在玉柜的选择上面也是灰色，五金的选择也是灰色。那这样子的空间就会觉得，其实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色彩，会营造出不同的风格，这样也会使用起来不同的心情嘛，对不对？然后一样是微水泥的地板，踩起来真的是很疗愈、很舒服。然后其实微水泥地板啊，它是白色的，在使用上面就是不要用那种强酸强碱去刷洗它，这样它会受伤。然后第二个呢，就像我们脚有时候会踩脏。但是呢，它就像白色的纯白色的衬衫一样，就是脏了以后就直接用清水去洗，然后直接去冲一遍就干净了，因为它没有很多缝隙，反而也是蛮好清理的。那你有发现这个墙面，它地面是微水泥，可是墙面是这个瓷砖，因为我们也想要玩不同的风格嘛。待会呢，我们会带大家去逛瓷砖店，真的发现瓷砖店超级好玩的。原本没有去逛过瓷砖店，就觉得说，好像瓷砖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些。可是实地走进瓷砖店去逛的时候，才发现，哇，好多很美丽的一些元素，然后甚至是国外的、很大胆的、很有设计感的都有，然后甚至很有质感都有。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只要做一面这样子的质感瓷砖墙啊，就可以让你的整个浴室的这个设计感大大加分，然后不用再去做过多的装饰，一道墙就可以搞定这一切。所以等一下带大家去逛瓷砖行吧 ，Go！ 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这边出任务呢，就是来到我们的莺歌，然后我们来逛一家瓷砖店，这一家瓷砖店叫莺歌。原本以为瓷砖店的应该都是小小间没什么好选的，就没想到呢，我们来到这间瓷砖店非常好逛就是空间非常大，然后展示非常多，而且呢逛起来是很舒服的。今天就要来带大家来看看怎么样把瓷砖放在房子里的各个场域，用瓷砖呢营造你空间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好，那我们就准备去逛瓷砖店喽。你好，我是莺歌瓷砖的业务 Cindy。Cindy 你好，今天很开心来逛你们的店嘛。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像一般人瓷砖就会觉得说是用在浴室。除了浴室，你们的瓷砖还可以用在哪一些地方？像现在也会蛮多人会来找的话，就是玄关的部分，还有厨房的话，可能会做一个小造型墙这样子。主要的话就是浴室比较多啦，作为装修比较多，所以可能现在遇到可能一些地板的部分会比较少一点。那是通常是像我们这样一般就是小白来店里逛的几率多吗？有很多很多。对，其实现在很多都喜欢自己做 DIY， 就是自己去尝试去找瓷砖，然后从零开始到有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对你们来看，你们觉得这件事容易吗？还是觉得说失败率很高？其实说容易也不容易，因为其实有时候还是对于瓷砖可能第一次尝试这个，或者是说自己去第一次去弄，它可能会对就是搭配的部分有时候会比较碰到壁，因为他会想象不出来嘛。太好了，那今天就来以你这个专业的经验跟我们分享，怎么样不会踩雷，不会碰壁。好的，好不好？好，那就是像这一组，我就觉得还不错，漂亮啊。对，这不就是我们的眼光吗？而且它有一种微微的纹理感。对，微微的，因为它不是很每片的纹路都一样，其实那样反而看起来就会有点单调，然后又觉得好像就是假假的这样子。那现在做起来的话，就是还是会有变化，因为就像我们涂那种就是油漆的感觉，它不是会很规律。那这种是适合用在墙面，那地板也可以吗？对，它这个就是墙壁、地板都可以使用。那地板是用那么大块的吗？地板的话，我们都会建议用到小块，可能它的对半就是30乘30公分这样子，然后去直接做配色。比如说像这个颜色的话，我就会觉得它比较接近灰白。那假设我觉得这个跟它就已经是几乎是同兄弟姐妹了，对，这也可以吗？也可以，所以现在就很方便，就是什么颜色都有。那我刚刚看到这个，这是收边条，对不对？对，这个是收边条，只是它这个是做比较可能以造型为主。那我们一般的收边的话，可能是收在墙角的地方。对，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啊，收边条有哪一些选择？像收边条的话，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种。以前的话，可能最常见就是白色，然后它可能是那种就是 PVC 的，就是类似塑胶的材质。对，那久了其实老实说它会脆化。那现在的好处就是它有这种很多种像银色、灰色或黑色这种比较特殊的颜色，然后又是做铝合金的，耐用度比较好，所以变成说这些可能一些想要挑瓷砖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在挑选这部分跟以前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师傅拿本子给你做挑选，
那现在你可以自己到瓷砖店去做挑选。对，你知道我这一集就想跟大家传递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像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buffet？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吃buffet是为了要吃到饱，现在吃buffet是要吃一种轻松自在、无拘束。对，然后我就可以自己来到像瓷砖店，就像是一个buffet的现场。我可以自己去选，说我喜欢吃青菜多一点，就选青菜多一点；我喜欢很无温，我喜欢做什么搭配，我可以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混搭。对，不用去因为受到一些约束才去做挑选，而是你可以以自己想要的想法去做挑选。那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材料，就是所有的同仁都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可以教我们这些小白怎么样去搭配不会失败，然后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什么样的瓷砖，对不对？对，所以有一个基本的把关，然后有经验的搭配，其实自己小白来做呢也是可以成功的。对，觉得充满自信，而且觉得新台币在这里变好用了呢。对，就也看得到到底花在哪里。对，哇，我觉得这一次改造浴室我有3个很大的收获。第一个就是刚刚带大家去逛的瓷砖行嘛，我就觉得哇，超好玩的。然后呢，其实瓷砖去选材料，这些材料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呢还要好选，预算还要好用。所以呢，以后如果你要打造自己的新家的时候，不妨走一趟瓷砖行，去选自己喜欢的，然后来搭配它。然后第二个收获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一个自由搭配的buffet理论，这次我就搭配了台湾公班的微水泥瓷砖，自己去选瓷砖，然后呢再去这个广大的淘宝大千世界的去找了这个浴柜。其实我在台湾逛了蛮多浴柜，然后可是我就觉得款式并不是我原本想象那种圆润型的然后可能也一时没找到吧。但是我觉得在淘宝找到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然后跟大家分享，其实有时候这样子自己去寻找自己喜欢、真正喜欢的元素，然后再放在自己的空间里，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而且呢，我想要的都做到了。然后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跟自己用很久嘛，所以呢，可以自己去精挑细选，选自己最喜欢的，再让它来到家里，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那我们呢，常常在跟大家分享，居家小白自己就可以去打造自己的新家，连厕所呢，当然厕所要有公班嘛，所以呢，我们可以双打。一方面呢是师傅来主打，然后我们呢来防守，然后一起合作来打造一间属于自己喜欢的梦幻浴室。如果呢你也想知道如何来自己改造浴室，然后让你每天居家生活都像是在这个饭店度假，或者去就是很享受。如果你也想要这样子的生活品质的话呢，欢迎参加我们的分享会，我会跟你分享如何呢找到好的师傅，然后用好的 idea、好的素材去把你的浴室，不管是10年浴室或老旧浴室或新的浴室，都改造成你喜欢的样子。好，那我们的分享会链接就在下面，欢迎来参加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居家改造实用的资讯，还有好玩的案例、成功案例，一定要来订阅、按赞，还有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喽。好，那我们几天后再见喽，拜拜。